大家好，比特币很多朋友最近问我什么时候一起在100叉做多。也许你现在做交易看不到结果，但是不要怕，我们不是没有成长哦。乾坤未定，你我皆黑马，待到未来回头再来看事，那些暗自努力前行之光，最终会照亮你的财富自由。反正这一轮牛市做多比特币已经让我财富自由。那如果真的像一些朋友担心的比特币还会再跌，我也是计划新的资金群上面，到时想办法再做多比特币，或者是包括山寨币。等下来分享一些观点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圈。另外，如果你用我们 OKS 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现货跟合约各交易一笔，没有金额限制，可以在 Discord 群上面联系我们，帮你拉进交易圈。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图表。等下利用链上的数据再来跟大家跟踪一下，也就是2022年，当时在2万美金的底部，包括排名第36的，或者是第6的，以及第41的，以及这2天 YouTube 视频一直在跟踪的第12名主力金鱼的钱包，就是这一个主力金鱼钱包的地址。最近是一直在买入啊，或者是有些朋友不知道这一个网站啊，你直接打开这一个网站点 com 的地址，就可以查看这一个比特币 Top 100的钱包链上的数据哦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Discord 群上面这一个小组，因为最近一大堆朋友也是在问我，或者是也有一些朋友是在看空比特币。当然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不是没有看空过比特币哦。比如在2025年初的时候，当时比特币价格是在接近11万美金，当时也是提醒一些朋友，我是怕比特币又要跌破9万美元。或者是我们来看一下，其实也是有跟大家讲，在高位的位置感觉比特币有一个要命的壮士，以及后面也是2025年初的时候是有提醒新的资金建议哦，包括新进场的一些投资者，如果比特币有8万左右，再考虑要不要买个50%，如果有跌到7万4千美金，应该要继续买到80%。所以这些建议，这条建议我是没有编辑过，大部分建议我是都没有编辑过。有编辑过的话，它会像这一条建议，它会显示已编辑。所以后面比特币并不是没有看空过，后面是从11万美金左右，比特币跌到接近8万，然后在7万左右的时候，也是在群上面，反正8万左右的时候也是跟朋友们做多。不过有可能会有一些短线的利润，但是大长线你要赌一个低点跌到那个位置就不会再跌下去，或者是100叉的机会，我的观点是你应该当彩票来娱乐。那或者后面也是通知了一笔7万3、7万4左右做多，但是也是通知朋友们 75K， 反正我就在做多。那或者我们来看一下更早之前，包括当时比特币在5万左右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，比如说当时5万8，也是一直在做多，反正这2年一路涨上来，基本上5万6也是通知做多，这些建议也没有编辑过。以及我们看一下，包括更早之前，可能短线里面会有一些短线的利润，但是你要赌大长线。一般我的建议是有做对的利润，你可以在短线里面平仓一半，然后留一半，如果有利润的情况下，成本止损去赌它的大长线，包括5万4左右的时候。以及当时比特币跌到4万9的时候，也是通知朋友嘛，反正4万9也可以继续做多。那或者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这一个历史记录的小组，也就是在2023年10月份的时候，反正这一笔 26.6K 做多，我自己100叉是拿了1000美金做多。那或者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小组，因为最近很多朋友也是在问，包括狗狗币或者是一些山寨币，当然群上面有时候给的一些单子，短线你如果要去平仓的话，只是要赌中长线，确实这一波牛市山寨币已经是好几笔多单全部都止损，在1011的那一天。那或者有对的，我们看一下去年的时候有一笔 XRP， 好像有接近几倍左右的时候，把 XRP 的多单全部平仓。我们可以找一下，就是瑞波币，这笔不是瑞波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记得去年的时候，也就是这个 XRP， 也就是2024年12月份的时候，也是建议朋友们，我的 XRP 平仓了一半，然后留一半，后面是 XRP， 反正涨了好几倍吧，后面是利润全部平仓，然后支了一些固定资产。
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图表，也就是昨天跟新的一些投资者提的建议，就是这个 Vegas 指标，它目前是有一点难看哦，感觉这个144通道是在10万交叉这个576跟676的通道。那或者我自己的新资金也是一直在防，万一比特币再下跌怎么办？但是整个大长线想跟大家讲，基本上我手上是满仓80%以上的这个比特币。那为什么长线我要去看空比特币？没必要啊。那或者如果要再下跌的话，我个人是认为，其实早在也就是这一波，当时在这个高点的时候，包括交易群或者是视频也是提醒风险，有可能比特币如果跌破9万的话，那有点麻烦，就是大约在8万到7万左右，就是在这个区间。那现在的这个位置看到这个 Vegas 指标感觉走得不太漂亮，但是昨天有提到一个观点，有可能还是在这个区间里面盘整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 Top 100的钱包地址，或者还是一样啊，你要看这一个数据的话，直接去这一个网站，后面加一个.com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第12名的，今天就不聊了，因为2022年11月份的时候，当时发现比特币跌到1万5的时候，也就是这个钱包，它到目前的话，它还有接近6万枚的比特币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排名第36的，也就是这一个 15C 开头钱包地址，当时也是在2022年6月份的时候，比特币当时是跌到接近1万9到1万8。那或者我们来看一下第36名的话，它目前2万3000多枚都还没有卖。以及我们看一下排名第41名的这个钱包地址，也是当时在2022年10月份的时候，不过它后面有把2万3000多枚的比特币，目前它还持有2万1000枚左右，它是在2024年3月份的时候把这2万枚的比特币，也就是转到这个钱包。所以我们再回到比特币的图表，那除了这一些在底部买入的鲸鱼，目前他们没有卖出以外，以及第6名的 USDT 公司，反正这一波牛市到后面的这个位置也是继续买了8888.88枚。那我的观点是，有可能比特币目前它其实全部都是在横向或者是区间盘整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，今天的链上数据早上在推特上面已经分享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有一些朋友是在担心就是比特币高点更高，周线里面确实它是这个 MACD 指标高点更低，它是在背离。那以往的交易经验，背离的结构并不是代表背离肯定就要进入熊市，背离它有可能一种走势，背离它需要盘整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一个背离的结构。那为什么我个人的观点不一定是要进入熊市，当然新的资金你也要防，反正还是老生观点，10万以上的比特币你要控制好自己的头寸，也要留一部分资金去防，万一比特币再跌了。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上一波比特币在这个位置其实也是在10万美金，高点更高。那对应的这一个高点的位置 KD 指标当时就是在背离啊，所以我的观点是有可能下跌，早就已经修正结束了，只是价格再拉起来，主力不想再拉升，有可能就是在这个位置继续横盘。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也就是周线的这个 MACD 指标，它还是在零轴上方，而且目前横盘的时间可以看一下10几根了，现在已经第9根了。那上一次这个位置是几根？12根左右。那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或者是时间更长的话，也有可能会出现20根到30根左右，也都有可能啊。当时的这一个盘整的区间，那或者这个位置的背离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当时我记得是在这个高点，也就是当时这个高点比这个高点更高。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位置的柱状比这个位置柱状它是更低的。那当时价格不也是在这个位置横盘吗？那或者横盘的空间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从这个高点到低点的位置，它就跌了20%几啊。所以目前的位置从高点到低点，好像也是20%几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牛熊评分的这个指标。我们可以留意一下上一波跌到这个 75K， 这个牛熊评分来到接近20到10附近，后面比特币价格是上涨，以及可以看一下当时比特币在 50K 左右，牛熊评分也是来到20附近，所以目前的比特币高点下来
最低点是接近20%的下跌，而且牛熊平分目前也是在20附近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支撑图表，以太坊目前短期盘整，不然还是观察吧，也就是这几根蜡烛的低点，大约是在3680附近，有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。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，目前也是在盘整，或者是不然就观察吧，大约是在这一个0.176附近，这个位置会不会支撑住？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对我们